全民穿越公路求生，独眼壮汉摸了摸后视的车门，不由得扯起了嘴角。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种傻蛋，连这么好的车都会卖掉。马上我就会让你知道这辆车的真正威力。快起床，退货的到了。什么？我蹭的一下坐了起来，擦了擦嘴角的口水。什么退货的？这鬼地方还有人退货？玩家刘大彪开着钢铁列车已经抵达5公里之外，正在向你所在的方向开来。钢铁列车？我不是卖出去了吗？还退什么货？等等，这家伙开着钢铁列车来了。如果我干掉了他，再把图纸拆出来，那这家伙还真成了退货的了，只不过没有任何赔偿。小爱同学，给我看看后面有没有一辆钢铁列车追过来了。确实有一辆钢铁列车，而且对方已经发现了我们，正在调整主炮，似乎想要用主炮干掉我们。通过球形屏幕，我可以看到那辆钢铁列车正在调整主炮的射击角度。不过因为我停留的位置有些特殊，对方怎么调整，主炮也无法直接命中我的车子。他奶奶的，这破玩意是不是坏了？怎么总也瞄不准？刘大彪愤怒地一拍指挥台，结果一不小心按到了发射键，一声巨响，一发炮弹从230毫米的主炮中射了出来，炮弹击中了不远处的一片山崖，山崖大面积崩碎，大片的石头落下，山崖上竟然形成了一个3米深、直径15米的巨大弹坑。看着这个破坏力，我不由得咂舌，不愧是230毫米的列车炮，就是不一样。刘大彪看到主炮有这个威力，顿时兴奋了起来。奶奶的，威力还不错啊！他又向前开了一段距离，准备换个位置调整火炮角度。看到火炮的威力后，我不敢再让对方开炮了。你已经开过火了，现在轮到我了，给他一发地狱火尝尝，让他知道光威力大不行，还要打得准。明白。小爱同学打开了武器舱盖，一枚地狱火反坦克导弹挂在了发射器上，地狱火反坦克导弹直接命中了钢铁列车的驾驶舱。钢铁列车的驾驶舱虽然上面也披挂上了厚厚的复合装甲，但是面对穿深1.4米的地狱火反坦克导弹还是太薄弱了，厚重的复合装甲直接被穿透，导弹在驾驶舱内爆炸了。在冲击波和高温的双重作用之下，刘大彪被炸得尸骨无存。走吧，001干活了。我带着001来到了钢铁列车旁边，继续拆车大。001看着眼前的钢铁列车，总感觉眼熟，他总觉得这活今天好像干过一次。001居然又把钢铁列车的改造图纸拆了出来，干得漂亮！我拿着图纸兴奋地擦了擦001的脑袋，图纸到手，我立刻联系了海哥。又弄到一张钢铁列车图纸，你要不要？要，我肯定要。我用这个跟你换，你看可以吗？海哥说着拿出了一张图纸，我一看图纸，眼睛都直了，这居然是一张旋翼改造图纸。旋翼制造图纸，特殊汽车配件，制造后可以让汽车在天空中飞行，制空时间由动力系统决定，速度由起飞重量决定。用了这张图纸，汽车就能够像直升机一样飞行。还有这种东西？我早就对气囊有些不满了，这东西充气速度慢，目标又大，原先欺负一些地面目标还行，现在玩家大多都装备了高射机枪，有的甚至装备了高射炮，这东西就成了活靶子。结实，这本来是给我自己的车子准备的，现在便宜你了。海哥和我进行了交易，我将图纸制造了出来，替换了原本的巨大的气囊。不过因为我的步兵战车体重有些过重，一个无法承载这么重的起飞重量，我只好制作了2个。因为起飞重量的问题，飞行速度和氦气球相比快了一些有限，不过目标倒是大大的缩小了，再也不用担心被对方击中自己的气囊导致空难了。算了，至少解决了一个问题，剩下的等莉莉丝转身回来再提升一下，说不定速度就快起来了。交易完成后，我也有些睡不着了，便重新坐上了驾驶位，继续向前开去。我准备趁着有时间多开一段路程，争取早日抵达山顶。一路向前行驶，我捡了2个蓝色的物资箱，成功的开出了2只小鸡、1只小鸭子、2尾活鲤鱼以及1大罐蜂蜜。小鸡、小鸭和鲤鱼自然是扔到高级生态园里养殖，至于那罐蜂蜜被我收了起来，准备早上做蜜汁鸡翅。太阳缓缓地升了起来，时间来到了第6天。或许是因为赛程不同的因素，今天并没有出现奖励关卡，仍旧是连绵不断的盘山公路。好可惜，不能提前知道下一个世界，提前做好准备了。我停下了车，看了看手中的地图，我决定抄个近路，按照地图上所标注的内容。前方的山坡上有大量的野生动物，有剑蛙，有巨型蚊虫，有食人鱼，有犀牛，有野猪，甚至还有传说中的科莫多巨蜥。茂密的丛林里有茫茫多的野生动物。我的基因药剂制造机现在已经可以从普通动物的体内提取隐性基因了，那么我是不是也可以捕捉这些动物制造药剂呢？哪怕不成功，也可以给莉莉丝增加试验素材，方便她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最终创造出合格的强化药剂。就这么定了。
就从丛林里穿过去。我敲定了前进方向，步兵战车调转方向，向着丛林里冲了进去。这片区域更加接近山顶，也更加潮湿闷热，而路边的丛林也更加接近热带雨林的形态，到处都是高大的乔木，遮挡住了阳光。丛林内部潮湿闷热，到处都是藤蔓和苔藓，树根处是密密麻麻的蘑菇。我本来想要采摘一点尝尝鲜的，结果我刚要出门，旺财就拦住了我。老大，你忘了上次在秘境里采蘑菇，你采了一筐，没有一朵能吃的了吗？听到旺财这话，我脸色如同黑锅底一般，这是我一生的黑历史。就旺财这个没眼力见的家伙，还死命往外提。你给我住嘴！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许说，听见了吗？那你答应我不要去采蘑菇。旺财抱着我的腿不放手。好，我知道了，我不去还不行吗？旺财这才松开了我的腿，不过还是坐在门口，防止我偷跑出去。我看到旺财这副样子，没好气地哼了一声，坐在指挥椅上，查看着道路两边，寻找着合适的动物。不过蜘蛛类的我是可以不用考虑了，因为奥克因雕像的问题，所有低于奥克因实力的蜘蛛都主动跑掉了。车子正在向前行进，忽然我听到一阵阵嘈杂的嗡鸣声。什么东西？我四处寻找着声音的来源，然而找了半天却没有发现敌人的踪迹，反而那阵嗡鸣声却越来越大了。指挥官在天上。我抬头向着空中望去，顿时吓了一大跳。天空中不知道什么时候聚集起了一大群蚊子，这些蚊子铺天盖地，如同乌云一样，几乎将上空都铺满了。如果只是数量多也还就算了，关键是这些蚊子还十分的巨大，每一只蚊子都至少有篮球大小，在中央最大的一只，那巨大的翅膀甚至达到了1展1米，巨大的口气如同奶茶吸管般粗细，身上满是红黑相间的条纹，看起来狰狞而恐怖。